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风雷北阁以韩家生死逼迫萧炎重返天北城，最终自食恶果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离开天北城，萧炎带着抢来的3枚纳戒，找了一处隐秘山洞藏身后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全身里里外外检查了好几遍。因为天火尊者告诉萧炎，他最近发现每一次他将灵魂力量借给萧炎之后，萧炎的体内或多或少都会遗留一点他的灵魂残印，这样长久下去，灵魂残印变多，萧炎的身体将会对萧炎自身的灵魂产生抗性。斗气煮一火烤，萧炎尝试了各种办法，都是未能将体内的那些灵魂残印清除一丝一毫。气馁间无意的摸了摸纳戒，萧炎眼眸一亮，旋即意识沉入到药老给他留的漆黑纳戒之中。在药老毕生收藏的众多药方里，还真就给萧炎找到了他需要的那一卷清魂丹，6品顶级丹药，能够清洗体内一切不属于本身的灵魂之力，还有温养灵魂之功效。知道自己与生俱来的身体算是保住了，萧炎重重的松了一口气，之后才有心情研究他抢来的3卷银色卷轴。正如萧炎所想，这3卷卷轴的确是3000雷幻身的其他部分，与先前的那一卷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版本。只可惜他还是修炼不了，因为缺少打开密码本的钥匙。萧炎怒了，不由得恨恨咬牙，暗骂道：该死的，一个破东西搞得这么麻烦，等日后小爷得到了3000焰炎火，必打上你风雷阁，让你交出修炼之法。猛地起身，萧炎决定先找个有空间虫洞的城市，离开风雷阁的势力范围再说。化古城，一个由名为化古门的势力所掌控的城市，是萧炎离开天北城之后首次选择停歇下来的地方。一直在深山老林里闷头赶路，萧炎觉得还是有必要搞一份北域的详细地图，顺便再搜刮搜刮他炼制清魂丹所需要的那些药材。因此刚进入地图商店，他就损失了3万金币。萧炎知道老板是将他当肥羊宰了，但看在地图确实详细，他又不想多生事端的份上，并没有多说什么。给了钱，转身欲走之时，店铺老板却是突然出声叫住了肥羊，并推销起了另一份售价4万金币的地图。天目山脉天山雪潭，天山雪潭位于天目山脉之上，每3年蓄满一次红色液体，雪潭只会存在5天，具有能助斗皇巅峰突破至斗宗层次的功效，即便是斗宗强者也能助其洗髓法骨，而下月正好是3年之期。店铺老板表示，那天山雪潭虽然效果神奇，但顶多只够10个人使用，若是萧炎在那10人之后抵达天山雪潭，便只能望着空荡荡的雪潭再等3年咯。不过呢，有了他的地图就不一样了，萧炎一定能够赶在其他人之前抵达山顶的。萧炎清楚这地图是不值这么多钱的，但他正好处于9星斗皇层次，又急需提升实力，这么好的机会他并不想错过。在城内转了一圈，买完物资后，萧炎找了一处客栈，打算休整一夜，再朝天目山脉进发。刚到2楼的窗边坐下，萧炎就听到了一旁的人在议论，中州4阁也派了核心精锐前往天目山脉。注：中州4阁分别为风雷阁、万剑阁、黄泉阁与星陨阁，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在4阁天的比试之前试试看能不能突破瓶颈。参加4阁天比试的都是各自阁内最为出色的年轻一辈，众人都在讨论着，也不知道是风雷阁的凤小姐更厉害一些，还是万剑阁的唐英更胜一筹的时候，一道为萧炎叫好的声音突然冒了出来，表示萧炎以一己之力抗衡风雷北阁3大斗宗，还彻底灭杀了洪家老祖，与他相比，那凤小姐甚至唐英又算得了什么？吃瓜突然吃到自己身上，萧炎默默地掏出了他的袍子盖在自己头上。又听了一会儿消息，萧炎准备离开之时，客栈楼梯的转角处一道银色的身影却是直直地朝着萧炎走来。不知能否一坐？停留在萧炎所在的桌椅旁，那银色人影冲着萧炎笑了笑，随后也不等萧炎搭话，就一屁股坐在了萧炎的对面。萧炎心里正疑惑间，天火尊者凝重的声音悄悄在萧炎心中响起：萧炎，小心一些，此人实力极为恐怖。酒杯荡起一圈涟漪，萧炎不动声色，微微一笑，表示这里的位置又不是在下所包，阁下想坐便坐就是。不过在下上还有要事，便不再多留，告辞。萧炎想要离开，那银色人影却没有打算给他这个机会，直接点名自己是来找萧炎要回3000雷幻身的。意识到对方是风雷阁的人，萧炎猛地起身，废天也不装了，报出了自己天雷子的名号。
伴随着周遭酒杯落地的声音，一道道震惊的叫声也传进了萧炎的耳朵。风雷北阁阁主，眼头陡然一缩，萧炎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一尺子朝着费天的脑袋劈下，一只手端着酒杯，一只手轻点释放出雷光。费天笑着表示，萧炎这样对待老人家很没礼貌。雷光狠狠地撞击在重尺之上，萧炎当即就释放出碧绿火焰抵抗。费天见两者双双湮灭，很是欣赏萧炎的异火，就是没看出来究竟是异火榜上排名第几的异火。萧炎见一击不成，毫不恋战，掉头就跑。果然是3000雷动。费天看了看萧炎逃窜的方向，将酒杯之中的清酒品完之后，才缓缓起身追了上去。另一边，速度已经提升到极致的萧炎一直在思考，费天究竟是如何找到他的。毕竟他之前一直在深山老林中赶路啊，这中州北域如此之大，即便他费天本事再大，也不可能就这样平白无故的将自己从人海之中寻出来吧。迅速盘算了一下自己能用的底牌，萧炎觉得自己压力有点大，因为他约莫能感觉出来费天的实力应该是在8星斗宗，只是这个老家伙怎么还没追来呢？狂飞了将近30分钟后，萧炎见到依旧未有人追过来，有些纳闷，正低头自语的时候，一道淡笑声突然从前方不远处传来。老夫说过，你逃不掉。倒吸一口凉气，萧炎猛地抬头暗叹，这次麻烦大了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萧炎沉声喝道。将3000雷幻身交给老夫，还有你那能够融合异火的功法一并交给老夫，老夫或许能放你离开。费天道。实际上在见到萧炎的异火之前，费天想要的就不仅仅只是让萧炎将3000雷幻身还回来，现在嘛，就更不可能轻易的放萧炎活着离开了。融合异火的功法他要定了。费天知道萧炎身上藏着一个强横的灵魂体，他隐约能感觉到。不过灵魂体毕竟只是灵魂体，费天不认为他打不过一个灵魂体，于是出言挑衅。天火尊者闻言气笑了，现身而出，做足了要跟费天血拼一场的架势道，区8星斗宗也敢在老夫面前张狂，实则悄悄传音叮嘱萧炎快跑，到时候他自有办法摆脱费天。狠狠点头，萧炎古意一震，就化为天边的一道流光。费天见萧炎跑路，脚步朝前一踏，就想要追，天火尊者却是凝出了一柄长剑，拦住了费天，道：好多年未曾与人交过手，今日便让我来试试你的手段。璀璨的雷光自费天身上显现，抓住一柄雷光所凝的长枪，费天嗤笑道：不论你如何阻拦，他始终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这两人对战可苦了下方山脉的魔兽了，实力不济的分分钟脑浆迸裂。老王八蛋，你给小爷记住，今日这仇，日后必回报于你。飞掠了老远之后，萧炎心中的杀意才稍稍平复了一些，因为费天这个老家伙居然将主意打到坟诀上了。又不要命的狂奔了将近20分钟后，天火尊者突然自萧炎面前的空间显现，他与费天那个老妖怪狠狠地大战了一场，又使用了空间穿梭，此时的身形相比先前淡了许多。天火尊者催促萧炎快走，费天的速度太过恐怖，要不了多久就会追上来。萧炎此时却是灵光一现，他知道为什么费天总能找到他了，他确定自己并没有被种下什么追踪印记，那么问题就只能出现在从纳戒中取出4卷才得到的银色卷轴。萧炎毫不迟疑的就将他们朝着4个方位甩去。老王八蛋，我看你现在还怎么追？葱郁的山脉上空，费天的身形一顿，被发现了吗？这小子还真是舍得啊，居然连这等宝贝都敢这般舍弃。费天是不会再让到手的3000雷幻身卷轴落入他人之手的，可萧炎他也不想就此放过。沉思了一会儿后，他便双手结印，召唤出了一具外表与费天一模一样的分身，正是3000雷幻身。你去追杀那小子，我去将卷轴追回，你不用同他们应战，只要拖住便好。交代完分身，费天便消失在了空中。分身望着萧炎逃走的方向，冰冷一笑。丢掉了卷轴，萧炎并不觉得可惜，因为他已经将上面的所有内容记在了脑海之中。正庆幸费天的气息朝着别处追去的时候，天火尊者的暴喝也在此时响起，小心！强悍的灵魂力量从雪白纳戒之中暴涌而出，旋即狠狠地撞击在面前的一处虚空之上，费天的身形也随之显现。老夫说过，你逃不出我的手心。萧炎有些纳闷，这老家伙为了杀他，竟然连卷轴都不要了。天火尊者却是在此时察觉到了不对劲，面前的费天气息顶多算一名6星斗宗而已。意识到什么的萧炎立马对天火尊者道：是3000雷幻身，杀了他，他在拖延时间。
他只是分身，废天本尊定然是去追那些卷轴了。闻言，天火尊者也不废话，干，就一个字。然而废天分身虽不敌天火尊者，但架不住他猥琐呀，好一会儿没能拿下分身，天火尊者也是怒了，抓住机会就是一掌狠狠地印在废天分身的后背。体表雷电猛然一按，萧炎瞬间就捕捉到了废天分身乃是灵魂所凝，这不就好办了？药老先生，将你的力量借予我，我来动手。猛地朝着天火尊者大喊，萧炎手中飞速结印，旋即就见陨落星炎铺天盖地的暴涌而出。随着天火尊者的融入，萧炎凝出几条巨大火蟒就朝着废天分身丢去。废天分身转身想逃，可惜太晚了。作为灵魂体的克星，陨落星炎的威力是毋庸置疑的。几条火蟒自废天分身穿体而过之后，萧炎补上了最后一拳，分身爆裂开来化为光点之前，怨毒地盯着萧炎道：小杂种，你逃不掉的。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些飘散出来的光点，萧炎突然灵机一动，一把抓出那光点之内，顿时射出一道无形能量落入萧炎掌心，旋即化为一股信息窜入其脑中，居然误打误撞从废天分身的灵魂信息中得到了开启3000雷幻身的钥匙。哈哈哈，老家伙，多谢馈赠了，这份情日后再来回报。呆滞了一会儿后，萧炎忍不住的仰天狂笑，旋即身形一动，便消失在了天际。几分钟后，同样的位置，废天一脸狰狞的无能狂怒：小子，下次见面必取你性命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。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了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